Hi everyone，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。令很多人感慨的2022年终于过去了，在那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但幸好有一些不错的影视作品陪伴着我们。最近年度10佳最热美剧的榜单也已经出来了，在 IMDB 的这一份榜单里，都是2022年收视率和热度排名前10的作品，看看有没有你追过的剧，然后这样的排名有没有争议。其实有没有争议并不重要，毕竟人家也是根据自家平台的数据得出来的2022年10大最热美剧。这份榜单里，网飞还是大赢家，足足占了4部。下面我们就以倒数的方式为各位献上这一份2022年的美剧前10热门总结单子吧。剧集的灵感来自纽约杂志上一篇文章，并且由此创作出了这么一部剧集出来。该剧围绕一位记者调查安娜·德尔维一案展开故事。安娜·德尔维是ins上传奇的德国女继承人，她成为纽约社交圈的宠儿，她是所有名人争相想要认识的名流。然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她的身份，她的一切都是她虚构出来的。安娜其实是纽约最大最高端的女骗子，她通过洞悉人们的虚荣心，成功让纽约的名流富人成为她的朋友，成为她的伙伴，并被其骗走巨额财富。她是一个骗子吗？其实她就是美国梦的新写照。或许很多人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看过这部剧，老实说，个人也不太在意。但是本剧在美国的热度倒是不低，居然跻身前10热门剧集当中。或许剧集正好击中了他们的那一颗虚荣的内心吧。受到死亡威胁的理财师夫妇不得不帮黑派洗钱的故事，足足拍了4季。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每一季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以度假村为掩护，暗地里为墨西哥毒枭大佬洗钱，从而还债。结果钱是越洗越多，自己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腰包也越来越鼓了。面对这一膨胀的野心，比尔德一家如何收拾残局？又或者说，看他们一家和黑帮斗，和自己的欲望争，确实有趣。然而更有趣的是，剧集毫不掩饰地说出了一个真理，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告诉观众，在自由的美国，什么黑老大，什么墨西哥贩毒集团，什么堪萨斯黑帮，其实都只是美国政府的小弟弟。第4季的黑钱圣地迎来了完结，本剧也是继黑道家族之后一部值得再三欣赏的黑帮好剧。艾美奖、金球奖、演员工会奖和编剧工会奖等等诸多奖项全拿了个遍。这是一部从剧情到表演全都有口皆碑的作品，排第9位有点屈才了。一个被普通人囚禁的神，应该说是魔吧，一个主宰人类梦境的王者，堂堂的梦之王竟然意外被掳走并禁锢了1个世纪。他的消失引发了一连串风波，梦境和人世引发混乱。梦之王在被禁锢1个世纪之后，居然要靠别人的疏忽，他才得以脱身。脱身之后的梦之王，一个号称是魔的人，能力大减。为了恢复秩序，为了复仇，他开始游走在梦境和人世间，试图找到平衡。这个魔真的很弱鸡，不仅被人类禁锢，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人类谋福利，想恢复平衡，枉费了魔这个称号。睡魔是尼尔盖曼所著的获奖热门 DC 漫画系列中的一个人物，这也是 DC 剧集宇宙的一部分。本片政治正确程度很高，深色皮肤的演员占了很多，同时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那里上演深情戏码。剧集其实拍得还行，但与希望中的魔幻剧作的期待值还是有点出入的。人格分裂出来的超级英雄，在这一点上很像绿巨人的设定，但是剧集似乎没有怎么说明男主是如何人格分裂的，或者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人格分裂，只是在他的那具身体里住着2个灵魂，一名举止温和的礼品店员工史蒂文·格兰特，或者可以说他懦弱；一个是雇佣兵马克·斯拜克特，凶狠，身手炸裂。他们2个人共同拥有一副身体。
埃及各大神明的加入，使得本剧充满神秘色彩，也可以从中学习一下各大神明之间的勾心斗角。剧情很不像漫威以往的作品，因为你不需要了解人物之前有什么联系，而可以轻松观看的作品。剧集有时候非常黑暗，探险类的表现手法带来了恐怖埃及故事，特效和打斗真的是电影级别的。但是在这部剧里，不得不提主演奥斯卡·伊萨克，他那强大的演技才是本剧最精彩的一个亮点。超级英雄一贯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捷径，自诞生起就带有童话色彩。时间让这种快消品变成流行文化的背景色之一，强烈的荷尔蒙刺激令它成为集体的童年回忆。漫画家加森尼斯讨厌超英文化，把喜滋滋、故作威仪的政治幻想强加于现实之上。超英题材影视剧中，白人优越、父权至上、欺瞒霸凌、伪善成风的隐藏基因，被改造成黑袍纠察队中彻底黑化的超英团体。在黑袍纠察队第3季的最后一集中，士兵男孩和祖国人迎来了最终的决战。本来以为在祖国人会下线，或者说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出现，结果还是落入了前2季的俗套当中。依然在最后关头，事情发生了变化，祖国人还是那个祖国人。看来是真的需要一个英雄，说让他们的精神有所依靠，即使那是一个用人渣装饰出来的英雄。不过反过头来想想，这也情有可原，毕竟照目前这个热度，黑袍纠察队不拍的10来季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留着祖国人，后面的剧情才可以有的聊。但是他不是有个孩子了吗？另外，男主就剩12个月的命了，留给编剧的时间不多了。虽然比起第1季来，高校18禁的新鲜感有所下降，但是题材优势仍然让第2季的高校18禁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。有了蜘蛛人女友身份加持的千代亚，也是被更多的聚光灯围绕。当然，她的成功其实还是因为第1季的高校18禁真的是太让人记忆深刻了。第1季之所以让人喜欢、让人共鸣，其实完全在于剧情的安排。他一直在关注青少年的痛苦，每一位主角身上都有他们不同的痛苦、不同经历，演绎出了令大多数观众都能看得进去的点。但是也正是由于第1季真的是太过于优秀了，所以第2季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。更令人有点惊讶的是，这种之前完全的展示与呼吁，在第2季里变成了噱头和卖点，总感觉和第1季有了一丝丝变味。作为电影当中魔幻剧作的经典，《指环王》是当之无愧的王者。把这样的电影拍摄成为了一部电视剧，是需要很多的勇气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资金。显然，亚马逊是有这样的底气的。剧集出来之后，可以用低开高走来形容。因为剧集的选角问题一直是网上议论比较多的地方，很多观众第一时间无法接受的是，这部剧里的演员选角与银版相去甚远。审美也在某一时刻被弹得体无完肤，不过最后亚马逊却顶住了所有的压力，以剧情还有恢宏的场景布置慢慢赢回了一些观众的心，所以在第1季结束的时候，口碑也略有回升。即便如此，也和很多人的期待值有点出入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亚马逊已经紧锣密鼓的制作第2季了。第2季不出意外的话，也将在今年播出。对于总喜欢换演员的美剧来说，说不定第2季就有一些帅哥美女出现了。对于这部剧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可能这是美剧衍生剧里面最成功的一部，没有之一。看这部剧的朋友，10人有9人是因为《绝命毒师》这部神剧。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由神剧衍生出来的剧也封神了，这真的是太牛了。第6季也是最终季了，这样也好，在最适当的时候结束，总比拍得太多烂尾了强。而第6季的《绝命律师》也9.8的高分，完美的写下一个句号。这是一部跟剧版《指环王》有着同样问题的剧集，同样也是因为选角的问题，让《龙族前传》一开播，
就被很多人讨伐。毕竟龙妈的祖先也得有龙妈一样令人移不开眼睛的美貌与身材才行。结果这个祖先还有一点点龅牙，生了一个色号。但是很快人们就忘记了这些东西。演员虽然没有龙妈那样好看，但是演技倒是可以。而且主角的年龄在不断的变大的同时，演员也进行了更换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剧情开始慢慢让人着迷。从女性共治到后面的血龙狂舞，在不同性别维度下，坦格利安家族的权力之争让人深深着迷，各个人物之间的信息量大到让人应接不暇。正如网上有人评论，这部剧即使不好看，只要你是原来全游的粉丝，你也会一边骂一边看下去。更何况它一点儿也不难看，虽然比全游的前3季不如，但起码也算合格。又有原著马丁老爷子亲自坐镇担任编剧，在剧情上相信第2季会更加引人入胜。纵观下来，《怪奇物语》在国内评分网站上4季的评分就没有低过8分的，在第4季的时候更是一下子飙到了 9.2 的高分上面去。对于这部剧，国内观众的品味倒是和国外的相差无几。在 IMDB 上面，本剧的第4季荣登榜首，看来是没有多大意义的。第1季的《怪奇物语》之所以如此的受欢迎，和剧情方面终于讲清楚了异世界的起源以及终极大 BOSS 的现身，应该是密不可分的。特别是在第7集的时候，多线合并起来，简直杀疯了，各种元素一下子就堆满了。这一季的爆点多到简直可以用连环炮来形容，让那些一直在追这部剧的朋友有了一个十分过瘾的感受。在这个脆弱的时代，一个可怕的全新超自然威胁浮出水面，并抛出了一个可怕的谜题。如果能够解开这个谜题，就可能从彻底终结恐怖的颠倒世界。看看这样的介绍，让人不由得产生强烈的观看欲望。这是要准备完结了吗？接下来还会再拍多少季？让人期待又不舍的感觉。终于说完了，这是 IMDB 平台上的2022年最热10大美剧榜单。对于这样的一份排名，你是否觉得实至名归呢？欢迎讨论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